而且直接 KO， 直接 KO 了，这个扫地来局，好，这个回旋，这下应该直接 KO 了。美国壮汉嘲笑中国没有重量级选手，还没笑完就被一位中国巨人猛将一拳打翻。美国选手维吉尔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据说此人性格极为恶劣，练拳走的也是野路子。果不其然，来到我们中国赛场后，居然当场嘲笑我们中国没有重量级选手，而且还说就连他家里养的猪都比我们中国选手够分量。中国巨人猛将修鹏程对此表示，一个在美国不成什么气候的选手来到我们中国叫嚣，谁给你的胆子？可别等会在擂台上被我打得哭鼻子，到时丢你们美国人的脸。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正式开始。这里可以看到，带有黄色流苏短裤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修鹏程，而蓝色短裤的就是美国的选手维吉尔。要知道，这个国际赛场上多数重量级选手都是以黑人、白人为主，少有能见到体型非常强壮的黄种人，而我们修鹏程就是其中一位，而且长得又高又壮，看起来要比这个维吉尔还要高大。我们这场比赛要看维吉尔，曾经有人评价到，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这么凶猛，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有着这么强的抗击打力。像第一局双方打得非常的这个，明显能看出来，赛前还很嚣张的维吉尔看到我们修鹏程的身高后，就变得怂了许多，就连比赛时两人互相试探都变得小心翼翼。你刚才不是牛吗？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连猪都不如吗？现在那个嚣张的劲儿怎么全没了？维吉尔，我们看修鹏程的顶膝，双方真是一下就进入了对拼的这种情况了。对，速度和节奏都非常的快。修鹏程这位选手，大家看到他个子虽然非常的高，而且体重非常大，但是他的爆发力还有拳腿的连接的流畅性都是极为的出色，像一个中小级别的选手。现在的大级别选手其实也非常灵活，像刚才的这个修鹏程直接高边就上头。是的，对。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维吉尔面对于修鹏程，能否？修鹏程这场比赛是非常急切的想要。这个维吉尔还是有点实力的，听说他一直在用野路子练拳，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能有这样的反应力。两个人开局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这火药味也是很浓，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尤其是修鹏程越打越兴奋。对维吉尔，双方在这个连续进攻，这个有。反击，维吉尔反击，这个就是维吉尔，他顶住了暴风骤雨般的进攻，顶住的压力，再次反扑。双方拼得太凶了，像今天的比赛很有可能要有人被 KO 掉。是的，第一回合双方就这样对攻，在大级别上特别有风险。看谁的护齿脱落，维吉尔的可能。那么这里出了点小问题，维吉尔的护齿脱落，看来刚才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比赛继续。比赛继续进行。我们看到维吉尔他的站架是比较正面朝前的一种站架，这跟修鹏程站架极为相似，双方都互不相让。顶扫踢来自于维吉尔，后手拳修鹏程，而且两位选手直接 KO， 直接。这里修鹏程一拳击倒维吉尔，裁判赶紧过来读秒，然后我们修鹏程也是提前止住了进攻的节奏，看来是对刚才的那招重拳十分的自信。被裁判处罚要过掉2个点。是的，我看到维吉尔的反扑，修鹏程能否顶住维吉尔的反扑呢？但实际上更危险的是维吉尔，如果是修鹏程抓紧时间可以再度击倒他。是的，双方还是在一个中间距离，非常危险的这个，对，连续的重拳以及重。好的，比赛来到了第2回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维吉尔在经历过修鹏程的一招重拳之后，是否能恢复过来。不过看他的样子，继续打应该还可以，只不过这个进攻节奏上可能会因为那一拳留下心理阴影。又是一拳跟刚才一模一样，但是没有打到高扫踢。现在维吉尔想要找机会进行反扑。看到修鹏程啊，他的场外的指导在说真的假的混合起来的，有这个很危险，这个维吉尔危险。对，维吉尔身体流的是印第安勇士的血，他是来自于美国，可以说是印第安保留区的一位真正的印第安战士。对，但他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最出色的大级别选手。是的，对，这场比赛看到双方又是反面拳，大一点。修鹏程的态势孤劲，颇为奏效。
果然，这一回合维吉尔的进攻节奏就放缓了不少，而且主要是以防守为主。不用说，肯定是被第一回合我们修鹏程的那一招重拳给打怕了。那么，作为一名格斗选手，这个时候维吉尔已经丧失了一些斗志了。昆仑决的比赛规则是鼓励这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是的，所以这也比较凶险，然后很多这种著名的运动员在这里被 KO 掉。是的，这场比赛作为上海全民扔的开山之战啊，真是已经让全场的观众大饱眼福了。修鹏程刚才假动作想要起前腿的高边腿，不知道是不是有后手拳隐藏在后面呢？哦，扫踢，转身的扫踢来自于维吉尔，又是一个后手拳，这一下应该直接 KO 了。好的，非常的漂亮。修鹏程又是靠着一手重拳直接击倒了这个维吉尔，而这次明显看出来，维吉尔当时已经是晕过去了，估计是无法再战了。真的没想到这场比赛结束的如此之快。抗击打力超强的美国印第安战士。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修鹏程中国大级别的骄傲，也给这个今天的比赛做了一个精彩的开局。是的，2位。那么这里根据比赛回放可以看出来，维吉尔在受到第一记重拳的时候就已经晕过去了，还能站住，是凭借着身体本能。后面修鹏程身体向前推，只轻轻一碰，这个维吉尔就倒了。恭喜修鹏程获得比赛胜利。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注意。哦，你看，前2拳都是扫着脸打到了，伤害是不大，但是这个控腿好机会，但是对方这个反应速度也不慢啊，抽腿抽得很快。我们的魏宁辉还是要在拳上找时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魏宁辉在第2回合打得很激进啊，脸上的微笑也没有了，表情十分的肃穆，看来是打出了一定的火气。魏宁辉现在拳法真的是算是专业级别的拳法了，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要自己打什么拳，而且能够回路，而且能发出力来。接腿击拳，做高爆头的动作就是骗对方。我们可以看到魏宁辉一直在以一个高爆头的技巧在打对方，骗对方打拳，少用脚。这个宫卫千二郎明显也是有一些上头了啊。这个自己的优势明明在腿部，却开始频繁使用自己的拳。其实大家看魏宁辉在防守的时候，眼睛是在看对方的，所以这不是失控的防守，这是在找机会。很危险，双方都很危险，我觉得。对，漂亮，退让。可以看到我们的魏宁辉催泪大师不是白叫的，一直在攻击对方的双肋。好的，第2回合比赛结束，第3回合正式开始。这个双方的进攻欲望真的是一回合比一回合强啊！哎呦，漂亮，好时机！魏宁辉又笑起来了。这个看来节奏已经被我们的魏宁辉牢牢抓住了。宫卫千二郎现在也是有一些恼羞成怒，但是他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就是防守的一瞬间的舒服。对。
可以看出双方这个体力消耗确实有点大了啊，一直在拖延比赛。反击是非常有效的啊！这个公园千二郎明明擅长泰拳，却是被我们的魏宁辉一脚击翻。可以看到这个公园千二郎是有一些尴尬了啊！好的，非常凶猛的一波对拼。我们来看看双方谁的状态更好。裁判敲铃，第3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比赛的精彩瞬间啊！双方在整场比赛打得都很迅猛，不愧是我们的催泪大师。魏宁辉真的是太强了，身体素质太好了。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啊，一般跟泰拳选手比体力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的魏宁辉做到了。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最后的获胜者是漂亮，让我们恭喜本场比赛的胜者，我们的冠军魏宁辉。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开始啊，赛前挑衅对手，哦，踹膝盖，甩膝盖，漂亮！哦，言语攻击，不能说话，而且不能咒骂对手啊。对，就很多人认为比赛中是可以说话、可以交谈的，为什么不能说话？因为裁判不界定你这个说话是不是在给对手递信号、打假拳。没有听明白呢，对对不对？比如说，万一裁判认为好，你出一下后手，我就应声倒地了。对啊，那所以说裁判是一刀切，严厉交谈，所有的交谈都是禁止的，请大家注意啊。而且更是不能有那个叫骂啊，因为叫骂是赛前发布会的事情，是比赛中叫骂就有违运动精神了。对，比赛还是要看你们精彩的对决啊。对，再来转身腿。此时啊，这个对手变得非常的谨慎，不敢跟我们阿和江正面对抗。不论是哈哈酱怎样主动的寻求进攻，都是一副快离我远点的样子，有一种被打怕了的感觉。所以说，有些嚣张的老外真是皮子痒，不狠狠的打他们一次，这些人是不会长记性的。这不现在就已经变得比比赛之前乖多了。裁判警告，两个人太消极了，后手摆拳，后手前板，这个拳啊，就是拉足了这个能量，所以是显得有一些太过于明显。反摔，当心，乔瓦尼当心，哇，好漂亮，好强的腰力，直接到了侧压。现在到了孙悟空最擅长的地面战环节，侧压对手。
那么此时啊，两人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地面缠斗。其实啊，这是一个拼耐力的过程，而且还需要足够的经验才能挣脱开来。而我们阿河江是一个比较擅长站立的选手，对于地面上就显得弱势。这个时候，乔瓦尼好像也发现了我们阿河江的弱点啊，准备开始拿杯了。但是此时啊，阿河江也是反应非常迅速，抱住了对方的膝盖，不让他拿杯。对，你看，没有尝试去拿上了呀。裁判警告，手指头不能插对方消化道末端。因为对方的身体所有孔洞啊，比如说面部的七窍、双耳、双眼、双鼻孔，单口是不能插的，还有消化道末端，还有对方身上的伤口也是不能插的。对，这边乔瓦尼抓着一个木村的把位，想要尝试着往十字固或者这个反向逆向的三角去拉，是他一直在尝试这样的降服，降服。他想做一个倒的那种三角，三角角去降服对手。现在这个位置搭得比较远，你看这个三角没有完全的搭住扣。对他，因为右脚的脚踝没有放到左腿的膝窝后面。是这边，阿河江没了，可能要出来，这个三角角没了，出来了，漂亮，逃出来了。他尝试木村锁，但是对方头逃出来了呀。好的，漂亮，挣脱出来了。阿河江这2分钟打得非常的艰难啊，气不过还要上去补对方2脚。这个时候被裁判制止，不能继续下去了。比赛打到现在，这第1回合也是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阿河江第1场的表现如何呢？第2局啊，时间依旧是5分钟。好了，开打。这比赛也给这个赵志阳老师带来了。这第2回合开始，双方选手就显得谨慎多了。目前看起来，双方把距离把控的都比较远，谁也不想主动出手露出破绽。而且啊，经过这第1回合。双方也都是看到了自身的这个强项和弱项。巧合的是，双方还都有在各自弱点上克制对手的优势，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但是2个人打的都是比较稳健的，不过还是希望我们阿河江尽量把比赛节奏提得快一点，不然这个时间拖得太长，倒是给了这个乔瓦尼机会了。要有更多的这个进攻，双方现在把距离啊拉得非常的远。阿河江，你看这个出腿啊，包括前手的试探，像极了康纳麦克雷格。出腿。可惜康纳的这个致命的左拳，目前还没有看到。对，后手击服。因为康纳的前手的这个拍击啊，是为他后手的致命的左拳的重击开路的。是，那才是他得意技啊。低扫漂亮，踢得好响亮。2个人距离比较开，必须要上步才能击中。果然啊，河江这个时候有些按耐不住了。哦哟，这一拳打得非常重啊！这招后手重拳，想来是对拼的时候用的很少的招式，虽然力量大，但也容易空。好的，再添一击高扫。不过这个时候对手已经有了防备意识了，再想来一次迅捷的进攻，就不一定能打到了。阿河江。双飞踢，对，这几下腿法这个距离上把握的还是不错的。顶到角落，后手，勾手，再来后手，连续的进攻，顶住了，再推开，一个前蹴。双方把这个比赛节奏拉得很慢，但是大家都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阿河江的进攻上面。踹膝盖没中，都在猜测他下一次的进攻会是什么。哇！再来一个腾空的飞踢，漂亮，漂亮！这腾空飞踢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打中的啊！这时候被顶到了，昨晚你还是会非常痛的。而且这第2回合开始敲完，你就一直在拖长比赛节奏，这个时候也是有些松懈了，被我们阿河江抓住机会，狠狠地暴踢了一脚。弱于想用腿法干掉对手啊！阿河江有功夫捋一捋头发。还剩2分钟多一点，再来！哎呦，又是一脚！可以看出来，这个乔瓦尼一直在拉长2个人之间的距离。
阿河江则是步步紧逼啊。这个敌退我进，我们阿河江还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这边我们看阿河江继续在给对手压力，后手没中。对手因为一直在往他的这个后手方向去提早踢腿，对他应该想办法切住这个角度啊，有后直的这个机会。早踢头，对后手，哎呦，这下可是我们阿河将有些着急了啊！虽然刚才那一拳非常的漂亮，但是不仅空了，而且还被这个乔瓦尼成功摔倒，两个人又是进入了地面缠斗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阿河江为了不给对手机会啊，也是转入了贴近地面的位置，这个位置防守还是比较轻松的。而且对手的体力也有不小的消耗，想要成功降服也并不轻松。的进攻，这边想办法先要过腿啊。现在乔瓦尼莫乔是感觉要休息一下，缓一缓。对他想就压一压对手，也没有太多的进攻。裁判估计要把这两人拉起来了，双方在这个位置没有任何的动作。哎呀，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目前为止，这第二回合比赛也即将要结束了，而我们阿河江呢，面对自己弱势的场面，选择了和对手一样的方式，就是一个字拖。整理的时候我就跟你拼点数，到了地面我就尽量防守，不给你降服我的机会。只要能继续拖下去，我们也不是没有获胜的希望。想必对手也绝对不可能任由我们这样拖下去的。也成功的利用龙网啊来避免对手的这个进攻。对，我手没有拉围绳，我只是手肘。是。双方第二回合的角逐和第一回合有些相似啊。是吧？选手踩到这个滑倒，影响比赛的公平公正。因为他不是被对方的正确的技术所带倒到地面，是。好的，那么比赛来到了第三回合，可以看到这第三回合开局和第二回合开局是一样的啊。说明这个乔瓦尼在这一回合中还是老一套，继续找机会降服阿河江，而这也证实了这个乔瓦尼自认为在战力对拼上是不如我们阿河江的。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保持着非常远的距离，其实这个过程中阿河江对他挑衅，他也是非常的稳健，没有主动发起攻击。但要我说啊，这其实就是打怕了，开局那么嚣张，现在在擂台上却是一点也不敢了。好，两个人有点消极了。对，孙悟空半天不做进攻的动作，他基本上是不怎么在这种远距离，他基本上不怎么做进攻。对他几乎不出拳，他都是等对手进攻之后啊，他要找这个摔和地面控制的这个机会。对他一个略偏科嘛，对，就是战力方面的这个技能点数加的不高啊。是，而且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他的缠手应该是长得非常薄，所以基本上方便抱摔。对，看不到这个。好的，阿河江试探性的一脚踢过去，这个乔瓦，你还是第一时间往后撤，这说明对手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拖时间，而这个时间拖得越久啊，对于我们阿河江就越不利。看来对手真是为了赢，也是放下了这个所谓的面子啊。毕竟在擂台上，谁要是长时间的不主动比赛，要是在外国观众们都在喊着他，让他滚下去。对。而且一扎上场比赛是终结的，对。如果这场阿河江也终结的话，两个人就更有打一场的这个理由和热点了。腿上的假动作，上步。哇！现场观众不停的在起哄啊，一直在想要看到比赛有实质的发展，但是目前。进攻主导方的这个阿河江并没有做太多的动作，上步的后手拳假动作。下期。
美国拳王挑衅中国选手，被连踢3脚爆头，吓得屁滚尿流。中国人的猪脑袋太脆弱了，我一脚就能踢爆一个，根本就没有挑战性。说出这番无耻言论的，正是眼前这位美国的拳王詹姆斯·马佐尔。他在美国绰号叫头部粉碎者。这一次来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也是嚣张跋扈。目前连续打赢了3名中国选手，而且都是被他打成重伤了，也是越来越猖獗。然而面对如此嚣张的言论，中国腿法高手我们的中国小将王玉虎也是霸气出山，挑战这个嚣张的美国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小将王玉虎，今年很年轻啊，才23岁，但是练腿13年，10岁便开始练习腿法。他从小出生在山里，可以说从小到大啊，有一件事情，他所有的柴火家中的都是他用腿给劈出来的。那么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胜谁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红方选手我们的中国腿法高手小将王玉虎，蓝方选手美国拳王头骨粉碎者马佐尔。这个美国人打拳啊，跟这个日韩的选手不太一样啊，他们这个喜欢打冷拳啊，某一个时间段突然这种短时间内的爆发还是很猛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王玉虎也是没有着急啊，打站立的话，两个人其实都还好，不是说那么的强，但也不弱，还是在找机会。漂亮，这一记回身踢有邱建良那股味道。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您不知道啊，王玉虎之前呢曾经是在邱建良的拳馆里啊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他正常来算的话，应该是邱建良的弟子。好的，被逼到拦脚，我们的王玉虎还是这个想要打上几拳啊，这个位置很不错，漂亮。我也想手，我不管比谁，你看是吧？打得很主动，这个王玉虎打得很主动。哎呦，马佐尔的防守啊问题很大，感觉像是有短板一样。3拳，可以看到马佐尔这个鼻梁已经红了啊，差一点被我们的王玉虎打断。很具有穿透力，他这个拳法很具有穿透力。其实这个美国拳手啊，可能是受到这个拳击的影响，所以说他们打自由搏击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抱身啊，就不停的抱身拖时间。碰到这种选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的王玉虎呢，恰恰相反，他不是那种特别压迫式的选手，所以也不着急。好的，哎呦，这一脚差点是踢中了马佐尔的裆部啊，很危险。这要是一脚踢中，估摸马佐尔这辈子就要跟他媳妇儿啊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了。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不劲儿出来，自己要小心。看马佐尔一贴身，马上就气就上来了。实际上，他现在这种贴身是一种消极的防守，不是主动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和态势。现在给人打懵了，这只有靠这种。好的，你可以看到马佐尔再一次啊被裁判分开。裁判这是要太过于消极比赛，黄牌。这小子必须得打了啊！再这么消极防守的话，怕是要被直接罚下场。哎呦，马佐尔再一次被这个裁判分开了，裁判可能也是有些生气啊，黄牌都已经亮出来，竟然还这么打比赛。有的这种后发力的这种情况，对于王玉虎呢也是不利。对，王玉虎逃得好，自己体力很强。第一局的比赛啊，特别的紧。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啊！第一回合比赛打得还是很凶的啊。双方选手都展现出了这个差不多的应有的水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玉虎可以在第2回合打得更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在这个第1回合虽说啊马佐尔这个消极防守，但是在这个空档中，我们的玉虎还是打出了很多的这个有效击打。好的，第2回合啊，马佐尔也开始这个逐渐的严肃起来啊，没有之前那股嚣张劲儿了。当中呢，王玉虎也是2到3次的侧踹腿。之所以到第2回合开始那个王玉虎采用这种战术和打法，就是体能有一些问题。这个很漂亮，可以看到我们玉虎这个腿啊，特别的有力量。那么他以前劈柴的时候也是早上醒了啊，先劈1000块柴，然后中午再来500块，晚上再来1000块，这一天才算是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腿啊，特别的有力量，肌肉很厚。跟安迪苏瓦呢是非常的像，就是以左右的平勾、击鼓勾拳，皆以低扫踢。那这场比赛他出的这个直线的拳法还挺多。现在王玉虎回合这种开局，我们没想到原因就是体能下降太明。第1回合出的太早，
他现在体能出现问题，看现在出拳也不精。双方此时也是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体能消耗还是很大的啊。我们的玉虎也是有一些乏力了。一番的压力啊，确实在第2回合看能不能在体能上盯下来。他要用腿法控制距离，不要近身。那么在这个比赛之前，我跟王玉虎也进行聊天，他说我们现在山东队打完冠军赛和锦标赛之后，哦呦，也许是这个马佐尔在前期太过于消极了，我们的玉虎也是打出火气来了。这一拳打的是结结实实啊，有一点，但他不会打内围。是的，所以还是要保持这个詹马佐这个时候啊，重拳慢慢的显露出来了效果。场上裁判庞洪超告诫这个王玉虎不要再搂抱，你再搂抱对对手要扣你分了。这个我们所提到，在第1回合比赛里冲得太猛，体能下降。对，这个实话实说，我也不喜欢这样的选手啊。这个只要一碰到马上就抱住，您可以看到，你看马佐尔又开始抱了，你这搁谁能受得了？已经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对于王玉虎来说，如果是跟詹马佐尔玩这样的节奏的话，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他不是想玩这种节奏，他是没体能。因为第一次打昆仑决，他不知道这3局3回合怎么打，怎么分配体能，这不会的。昆仑决这个激烈的，他要对体能有保证。现在王玉虎非常奋力的进行。哎呦，这几击低扫好看吗？好看，拿脸换的。被我们的玉虎也数次直接命中头部啊！人家距离有这么高。这就是典型的体能下降一个征兆。看，自己腿都软了。刚才这太可惜了一点。刚才第2回合不仅仅是詹马佐尔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的节奏，王玉虎的体能呢也面临着好的，第2回合正式结束。这个马佐尔啊，拳打得太窝囊，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被评为美国拳王的。可以看到马佐尔这个战力打的啊，其实挺一般的啊，他这个可能是各项实力都很平均吧。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我们的玉虎能不能 KO 这个嚣张的詹姆斯马佐尔？裁判也是看不下去了，这疯狂的抱身，已经是第3回合了啊。看这一点的话，就是像荷兰那些运动员啊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全部3个。防守型、突击型。他不想对方那个上来，但他不是完全用侧带腿是一种重击对手，不是。你看现在这个反而看见。好的漂亮，这一记抱摔啊，也是我们的玉虎力气很大，马佐尔也是没有什么体能了。但他的迎击拳还比较准，是王玉虎在迎击的时候打了2个迎击，他就靠这个右手的后手拳。这拳腿中组合是吧？一个体能好的原因，再一个他从第2回合已经慢慢的找回自己的状态，到第3回合完全控制王玉虎。詹马主要是挑战自己的体能。是的，而且詹马佐尔呢，他非常善于顶。哎呦，漂亮一记高扫，直接命中啊马佐尔的脖颈。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站起来。哎呦，没想到马佐尔这小美国佬还挺抗揍。好，那么比赛继续。绝对不要给你机会，一定要用后手重拳，右手后手重拳打击你。又是一轮的火拼啊，双方拼拳，看谁能。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一种场面，在场面占优情况下，突然王玉虎一个又高扫，突然高扫一个上头，给对方打倒，场上裁判给他扣2分，这个成绩就奠定他的胜利。好的漂亮，一记侧踢，又一次将马佐尔击倒。那我们可以看到马佐尔站起来很快啊，我们的玉虎不要给他任何机会，能再踹一次啊，这个小美国佬就完了。对，这比赛没悬念，这比赛就没悬念了，打得非常好。 2次强毒3分没了，对不对？尽管第2局肯定是罚，可能马佐尔赢了，但是第3回合2次强毒3分。好的漂亮！裁判宣布比赛结束，我们王玉虎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个嚣张的美国老马佐尔终于是受到了正义的制裁，让他知道中国人不好惹，而且踢你的狗头也是相当轻松。KO 的方式，这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第3回合冷招，你说冷招吧，又是中国的职业腿法，吃在腿上头，看，对，这个太棒了，这是第一次。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都知道，一个选手在场上的比赛，一个选手在场上的比赛更是一个团队的作战。王玉虎连续3个侧踹 KO 了詹马佐尔的同时，刘腿披挂刘海龙微笑着从我们解说台旁边走过，叫兔崽子！给我3次勾拳。KO！ 泰国百胜拳王在比赛过程当中疯狂吐舌头蔑视中国小伙，结果下一秒惨被乱拳打断舌头，当场猝死擂台。他是泰国百胜拳王兴当，号称是全泰国有史以来最硬的男人，有着超过300场以上的作战经验，来华8年，豪取24连胜，未尝一败。您可以看到他这一上场哎呦，这也是泰国人特有的肤色黑得发亮。那么在赛前呢，这个兴当也是疯狂挑衅，我来华8年未尝一败，你们中国人难道都是吃屎长大的吗？如果让我说你们在擂台上见到我，最好是磕头投降，我还可以让你们活着走下擂台，简直就是嚣张至极。我们的中国小伙胡正听说了这个兴当的嚣张挑衅之后，决定霸气迎战，好好看一看这个兴当到底是肉做的还是铁捏的。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1回合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我们的中国小将胡正，而蓝方选手则是泰国百胜拳王兴当。双方一开始打的就这么狠，看来都带着怒气我们胡正的话很好理解，对手侮辱我们中国人这个兴当打这么猛，不知道因为什么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胡正也是特意拔了一个罐过来对抗这个兴当。兴当还是老练。那么这个兴当呢，毕竟是号称泰国最硬的男人，有史以来最硬也就是说他这个抗击打能力比泰国的罗唐波球都要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让我们的胡正好好的来看看这个兴当的分量。我们的胡正呢也是外加功夫的一名弟子，所以说练这个硬气功很厉害据说徒手劈砖一上午能劈200块，真的是很厉害了。好的，双方再一次对拼，这个兴当多少是有点小脚不干净可以看到裁判刚才是阻止了2个人这个兴当多少是有点搂抱中不停的起膝。是早几年兴当曾经在比赛中让他的对手防守的一条手臂直接断掉，好狠。由此可见他最硬的这个称号绝非浪得虚名。好的，面对成名已久的兴当，我们的胡正并没有害怕而是不停的在比赛一开始就迎击对手打的还是很精彩的。兴当也是不停的后撤，打这个后手反击漂亮炸弹腿，逼到篮边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打泰拳选手不要在中场去打很吃亏。说得好，好，要继续贯彻自己的压迫性打法，但是兴当的这种高扫也是非常快非常冷的。胡正现在一直死咬。好的，连续的组合拳，我们的阿正咬的还是很死的打泰拳选手就是要黏一点，不能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和空档，不能让他思考。这个泰拳选手一旦思考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对手就会变得很强。比如说我们的中国泰拳王世界冠军邱建良。好，继续连续拳法的输出。胡正也是看得非常的准。好的，第1回合比赛结束。
这个双方打的还是很凶的啊。兴当呢有点小瞧我们的胡正了，可以看到比赛一结束啊，呲个大牙，乐得很开心啊，觉得我们的胡正小将自己只是在陪他玩而已。但是您可以看到，在第一回合的时候，我们的胡正打得很凶的，是没有给兴当太多机会的。可以说，虽然年纪小，但是这作战经验可不少。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好，继续。好，继续的密集拳法进攻。加特林一般的拳法。我觉得兴当目前是有些膨胀啊，也可以看到不停的啊对着我们的这个胡正保持微笑啊挑衅啊，觉得哎小伙子打得很不错啊，但是跟我老将相比还是差点意思，这种意味很明确啊。我们的胡正也是越打怒火越盛，这个进攻欲望明显是比第一回合还要凶了，不太给兴当这个喘息的机会。摆拳的没追上啊，没追上。好，胡正的拳法从各个点、各个面去击打兴当，轰击兴当的头部，轰击兴当的躯干。但是兴当作为被称为最硬男人的战士，他的好的，我们的胡正也是在不停的挑衅这个兴当啊。兴当这个节奏被我们胡正彻底打乱了，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打了。这个遭遇小鲜肉的对决，这绝不是。是。我现在啊就担心胡正的体能，因为你像这种高频次的轰炸机般的打法，其实对体能还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的。那当然了。我们胡正啊，这个身形优势其实跟兴当来比的话，也确实是势均力敌。兴当也是找不到什么太能占到便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啊，双方只要一搂抱，兴当就起膝。这个多少是有点泰拳选手这个后遗症啊，因为他们这个规则里，这个互相搂抱的话还是可以起膝的。意识是非常好的，吃到对手的进攻马上进。好的，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个第二回合，我们的胡正依旧是保持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这个进攻还是非常的凶的，没有给兴当什么破绽，也没有给兴当什么喘息的机会。所以说，兴当被逼到拦脚的这一瞬，确实打得很不舒服。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我们的胡正跟对手兴当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一些伤害甚至是困扰，没错。而且两个人你看啊，拳脚相加，打得对方那个火花四溅。对，对于胡正来讲，这场比赛太重要了。不光是为他的师傅复仇，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来到第三回合，双方选手这个体能消耗也是很严重啊，兴当打的也是有一点气喘吁吁的。但是胡正很明显，这个怒火吊着身子，依旧是不停的挑衅着兴当。推开，好的，对于年轻的选手而言，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平时再多的，无论是训练技巧还是理论知识，都不如上擂台来一场实战。是，而且是跟经验这么丰富老道的兴当大叔对决，是一种享受，是一种释放。兴当的体能消耗很厉害啊，也是转为这个被动防守了，不停的跟我们的胡正拉开一个距离。哎呦，作为一个泰拳选手啊，我终于看到兴当出脚了，多少是这场比赛出脚频率有些慢，好的反应力很快啊。就好像咱们平时遇上喝酒的酒友，赎罪。你甭管打他多少下，他都是这德行。对，甚至他的面部表情表现得非常放松，更甚至还带着一丝戏谑啊，就让你看着挺可气的哈。没错，但是呢，你面对他的这种满不在乎的这种挑衅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对，连续的重拳，这个兴当啊，真的是扛揍。我们的胡正这个连续的进攻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太大的效果。哎呦！我的天哪！我这刚说着话，一记重拳将对手干挺。
哎呦，这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啊！一记重拳，他为他的师傅完美的复仇，他击败了新章。胡正，牛逼，牛逼！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精彩瞬间，连续3拳重击对手的下巴，但是并没有对兴当造成太大困扰，可以看到吐舌头啊。然后我们的胡正也是一脚，然后接一个后手的重摆，直接将对手干挺，太酷了！不愧是我们的中国小将胡正，竟然击倒了号称比波球和罗唐还硬的泰国最硬男人兴当百胜拳王。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胡正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